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这是评委黄子韬对舞台上的杨超越问出的话。本以为他会回答梦想、热爱之类的话，没想到这位耿直的女孩居然这样说。通告说选不选得上都有2000块钱拿，然后还管饭吃，然后我就去了。这句话把现场的评委老师都给整不会了。杨超越也怎么的都不会想到，只是来混口饭吃的自己会在将来逆袭成大明星。输在起跑线的女孩杨超越从出生就注定成为那批输在起跑线上的人。苏州盐城的养父年轻时穷得连老婆都娶不起，直到30多岁才从偏远的贵州山区娶来杨超越的母亲。要知道农村普遍结婚较早，如果不是家庭状况太过拉胯，是不会晚婚的，更不会娶一个外地姑娘。在养父快40岁的时候，杨超越出生了。出生在这个贫困的家庭里，这个女孩要如何改变命运呢？虽然对于杨千玺那批人嘲讽是小镇做题家，但读书真的是大多数普通孩子的改变命运最好的方法。而江苏省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相当高，但这条金丹大道对杨超越是行不通的，因为她脑子不好使，即使每天起早贪黑的学习，也没能进入高中的大门。没办法，年纪轻轻的杨超越只能到当地的服装厂做学徒。但随着她逐渐长大，她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倒霉的锦鲤少女杨超越出道后，许多人都称她为锦鲤，说她是个幸运的姑娘。可早年的杨超越却是一个倒霉蛋。当她想去外面闯闯的时候，刚好看到了一个外地的招工信息。杨超越高高兴兴的报了名，结果不仅没有挣到钱，身上的钱还被骗了个精光。只能说还好她不是现在看到的招工信息，不然肯定被卖到某北。所以我们看到招工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继续被骗光的杨超越别无他法，只能去投靠自己在嘉兴服装厂打工的妈妈。妈妈在服装厂给她找了一份做计件工的工作。杨超越干了几个月后，又有了去外地闯闯的想法，于是告别妈妈去了上海。刚到上海，她找到了一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年轻靓丽的杨超越自然吸引了不少客人的目光。饭店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肯定有一些借着酒劲占便宜的人。杨超越没干多久，就因为和客人起了冲突，被老板给开除了。离开饭店的杨超越并没有沮丧，毕竟每天要忍受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也是让她心力交瘁。不过为了在上海活下去，杨超越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工作。那个时候直播行业刚刚兴起，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只要长得漂亮会说话就能入职。杨超越想都没想，直接就加入了一个直播公司，成了一位颜值主播。然而没有学历、没有才艺，说话又不好听的杨超越，直播事业一直都没什么起色，连维持温饱都很困难。直到他看到一个女团的招人广告，命运的齿轮才终于开始转动。为了吃饱饭加入女团，别人出去闯荡是为了梦想而拼搏，而杨超越则是完全为了活着。她没时间考虑自己的前途，每天想着最多的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能不能多加一个菜。好在主播这个圈子比较接近娱乐圈，消息很灵通。2016年的时候，杨超越看到了女团招新广告。原来上海文澜文化高层从国外学习归来后，想要进军女团方向，于是为了扩大影响，他们还专门打出只要参加就给2000元的奖励的广告。虽然杨超越眼馋主办方2000元的奖励，但她同样知道自己唱跳 rap 篮球样样不行，所以根本不敢去参加。可主办方给现金还管饭的条件成了压倒少女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杨超越就抱着为了2000块哪怕是上台丢人也认了的心态报名了比赛。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凭借精致的外貌，当时还是纯素人的杨超越，她居然在海选中收获了极高的人气，被观众的选票直接送进了总决赛，成功入围女团。就这样，杨超越就和其他入选女孩组成了一个 CH 的唱跳组合，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段事业。每天光唱唱歌跳跳舞就能拿到不菲的报酬，这样的工作和生活让杨超越非常的舒心。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运，没想到后面有更大的幸运正在等着她。荣登女团 C 位，2018年王思聪的香蕉娱乐。
香港的英皇和华谊兄弟合资举办了一款以女团青春成长为主题的综艺《创造101》，导师阵容也是请了不少明星歌星。谁都没想到，在 CH2 中一直是小透明的杨超越，会成为这款女团竞选节目中的最大胜利者。要知道，这节目背后的资本一开始根本没把杨超越这个穷丫头放在眼里。毕竟在登场的这些女团成员中，比杨超越漂亮身材好的大有人在。但节目开始之后，杨超越却以自己的方式弯道超车，一跃成为了女团中的 C 位。因为综艺节目的特殊性，女团们不光是在舞台上表演，就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女团里的其他女选手都经过专业的训练和学习，每个仪态语气都按照特定的方式来，是个合格的女团成员，但也很容易被大家遗忘。唯独杨超越跳舞靠嘴打拍子，说话从不瞻前顾后，实话实说的性格令人眼前一亮。靠着直来直去的单纯性格，杨超越圈粉了大批观众和评委。当所有人为了立起讨喜人设而拼命地遮掩自己的出身时，杨超越大大方方地告诉所有人，自己就是出身贫寒，当时进女团的时候就是为了2000块和管饭来的。女团的位置是粉丝和观众给她投出来的，所以她做的理直气壮。当然，因为自身的实力不足，她也是有一些心虚和害怕的。当然，她知道自己的底子不足，为了弥补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差距，她有时会在所有人没起的时候开始练舞。为了规范一个动作，会不停地重复无数次，遇到学不会的东西还能难过的大哭。即使付出了努力和汗水，杨超越在舞台上的表现依旧是差同伴很多，但观众们就是喜欢看她，喜欢她勇敢地表现出自己的真实的样子，喜欢她拿到 C 卡时难以置信的样子，就连翻白眼、爱哭、说话不经大脑都能引起网友的讨论，就连导师都忍不住感慨，所有人都比杨超越专业，但就是没有杨超越那样的观众缘。其实观众们之所以会喜欢杨超越，或许是在她身上看到了那个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又无比笨拙的自己。节目后，杨超越和其他女孩成立了火箭少女101女团，她和孟美岐站在 C 位。本以为这已经是杨超越的人生巅峰，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她直接火出了圈。实力最差，偏偏火出了圈。火箭少女101女团成立后，发布了第一首单曲《卡路里》，这首歌是为电影《西红柿首富》创作的插曲。大家知道杨超越唱功欠佳，于是给杨超越分配的歌词是11个女孩中最少的一个，仅有一句相同的歌词：燃烧我的卡路里。谁都没想到的是，当杨超越用在破音边挣扎的声音喊出那句歌词后，卡路里这首歌火了，杨超越更是火出了圈。网友们纷纷表示，杨超越这句歌词真是这首歌曲的灵魂。此后的杨超越真的是资源不断，不仅频频登上各大综艺，更是演起了电视剧。2019年的《江月2》，杨超越饰演天女，她一袭白衣，清冷孤傲，扮相上确实有原著中天女的几分风采。但有了解杨超越的粉丝担心她的演技，怕她演不出天女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女形象。没想到电视剧播出后，发现她演技还可以，并没有拖其他人的后腿，似乎真的有好运在庇护着杨超越。即使演技不行，她还是片约不断。而且在《我的人间烟火》里饰演男女主的演员都受到了网友的口诛笔伐，唯有杨超越没有受到波及。而且杨超越的新剧《七十吉祥》近期上线，或许能成为杨超越爆火的新契机。结语：最近有许多人说杨超越是靠运气红的，早晚都得糊，但杨超越一点都不在意。她的成功本来就很容易，而且她现在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搞钱上，根本没时间看网友说些什么。在许多大学生为了一个铁饭碗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杨超越已经靠着好看的外表和过人的运气登上了内地的福布斯名人榜。这份锦鲤体质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呀。